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多家西方专业媒体及香港的南华早报对欧空局突然取消与中国航天部门的多年的合作做了报道。欧空局的多位高级官员突然表示，该局没有计划将欧洲宇航员送往新建立的中国空间站天宫，至少中短期没有这样的计划。这足以证明，该局将不再致力于在不久的将来与中国合作进行载人航天任务。欧空局局长 Joseph Aschbacher 周一在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说，我们正忙于支持和确保我们在国际空间站的承诺和活动。我们既没有预算，也没有政治绿灯，也没有参与其他空间站的打算，也就是参与中国空间站。尽管 Aschbacher 发表了上述的最近的声明，但是欧洲访问天宫的可能性仍然大于某大国访问天宫的可能性。2011年，这个某大国它的国会禁止 NASA 在未经明确事先授权的情况下与它的中国同行展开任何形式的太空合作。我们知道，中国不是国际空间站的合作伙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中国宇航员能够访问这个现在已经看起来非常老旧的国际空间站。其原因就是这个某大国阻止中国参与，所以后来中国不得不自己自起炉灶，自力更生，造了一个自己的更现代化的空间站天宫。在过去，欧空局一直在为其宇航员准备可能前往中国空间站的任务。例如，在2017年8月份，欧空局就派出了2名宇航员，一名男的是德国人，一名女的应该是意大利裔。他们前往中国烟台附近黄海，与16名中国同行举行了9天的生存训练。而且在前一年，中国宇航员叶光富也参加了欧空局在意大利萨丁岛的洞穴探险课程。欧空局的最终目标是与中国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让欧空局的宇航员在中国的空间站上飞行。该机构当年表示，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但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在过去几年里，新冠和乌克兰局势使我们与欧洲同事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太空科学家说，但由于问题的敏感性，他不愿透露姓名。非常巧合的是，在欧空局局长阿什巴赫发表我们前面提到表述之后，欧空局22个成员国最近批准了一项创纪录的高达170亿欧元的预算，以支持该机构未来3年的活动。在上个月，中国太空迷团体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中，一名为准备飞往中国空间站正在学习汉语的欧空局成员被问到，如果有机会，他是否愿意参观中国空间站。他说，我们已经努力过，但是你们知道，事情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然后他接着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肯定非常乐意参观天宫。也许当政策再次放松时，2022年11月，中国航天局官员表示，随时欢迎其他外国航天员进入天宫。中国正在积极筹备培养国际航天员。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一个是中国欢迎各个国家进驻中国的空间站，当然除了某一个大国之外。可是另一方面呢，你看，欧空局突然宣布终止与中国多年的太空合作。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以前中国国内很多人特别赞赏西方国家所谓的契约精神，对不对？说他们信守承诺。可是自从特朗普以来，我们可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合同协议等双方签订的官方文件，真的犹如厕纸一般，用过就丢，或者不符合他们利益的就随时撕毁合同。他们也可以随时破坏他们自己制定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第二点，所谓新冠原因，什么说双方不方便交流，不过是一个廉价的借口而已。当今网上交流，我们知道不受时空限制，中国现在也完全开放了，双方面对面交流完全不是问题。所以这个解释毫无说服力。而且有没有这样一位中国航天科学家说过这样的话，令人怀疑。反正你看他们的媒体说匿名人士，对不对？又无从去考证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随便
创造出这样一位人物出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也可以说，对不对啊？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炮制什么假新闻。第三点，拿乌克兰危机来当挡箭牌，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操作而已。乌克兰危机与中国航天部门与欧空局的合作有半毛钱关系吗？既然欧洲这么记恨俄罗斯，何不立刻终止与俄罗斯在国际空间站的合作呢？这样的话，国际空间站就立马停运了。这是欧美国家当然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因为乌克兰危机，欧洲把这种航天的合作也政治化，把俄罗斯和中国划归为邪恶的所谓专制国家，搞新冷战，拉帮结派。不知道欧空局终止与中国的合作，到底会给欧空局带来什么好处？合作本来就是双赢，对不对？可惜呢，欧美文化人他们不理解这一点，他们以为与中国合作是中国占了他们便宜，所以出于权力政治的需要，可能呢才做出了这个下策。第四点，欧空局突然宣布不再派人前往中国空间站，可能与世界上唯一的那个霸权的施压有关。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确实欢迎任何其他国家参与天宫空间站的国际合作，唯独没有这个某大国。不过这毫不意外，对不对？因为中国一直被这个国家排除在所谓的国际空间站之外，你有初一才有中国今天15。所以今天中国自力更生，成功建立了自己而且更成功的空间站，我为什么要让你参与？而且如果你参与进来，有可能还盗窃我的技术呢。我们试想想，假如有兴趣而且有能力的国家都与中国合作，唯独没有这个某大国，一个是他的面子肯定挂不住，对不对？另一方面呢，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可能因无法参与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而让自己的在太空探索方面可能呢错失很多良机。于是呢，这个以搞破坏著称的国家，他认为我不能参与与中国的合作，然后呢我就施加淫威，威胁欧空局，你们不要与中国合作。因为这些欧洲国家对这个某大国在很多方面是依赖的所以最后欧空局不得不屈服于来自这个外部的所谓政治压力。可见欧洲人尽管他们非常自豪于自己所谓的自由富强其实他们就是一群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为某大国毛手是瞻的弱小国家而已。当今这个世界，谁掌握了科技制高点，谁就能主导世界。航天科技、通信以及数字化技术都属于科技范畴，而中国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上述方面它的发展是非常惊人的。在美欧西方看来，特别是那个当今唯一的所谓超级大国看来，中国的发展本身对它就是威胁，所以必须使用任何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禁止欧空局与中国合作，甚至呢最近的完全禁止向华为提供任何硬件软件，都是要扼杀中国的步骤。这不是什么意识形态，也不是什么种族问题，而是关乎这个国家的霸权问题。没有了霸权，就会丧失很多的特权，就不再能吃香喝辣，就不能薅全世界羊毛了。所以可以使用任何的手段来遏制中国。而就在前2天，这个某大国不同的人，有军方背景的人，也有国会议员，已经放话了他们说预计2年内与中国开战。他们呢可能是军工复合体的代言人，打仗才能发财呀，打仗才可能把中国打趴下去一举两得的事为何不去干呢？反正那个国家不打仗他就手痒，他们能预测与中国的战争，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已经在酝酿这场与中国的生死之战了。朋友们我们永远不要把这些国家，特别是那个国家想象的那么美好，而且我们永远要记住杨洁篪委员长说过那句话，我们把你们想象的太好了。是的，中国人不要那么天真，欧美这些国家其实就是一群白眼狼。欧空局突然宣布取消与中国空间站多年的合作，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吗？当然了，在一些项目上，欧空局确实给予了中国协助，比如当年的嫦娥探月，还有中国的天问1号火星项目，欧空局的测控站发挥了支持保障作用。如今欧空局终止与中国的合作，
不知道今后中国的载人探月这个项目会不会受到影响？有对此有一定了解的网友吗？在这里，希望呢大家能够出来说一说。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